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和某些人在一起会让自己展现出不同的一面？也许是和朋友在一起时更外向，但和家人在一起会更内敛。我们建立的每种关系，无论是浪漫的、柏拉图式的，还是家庭关系，都为我们个人成长和自我发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所以，想知道自己的关系能教会自己什么吗？那我们就来一起探索吧。镜像效应。根据心理学和爱情专家的说法，你对他人的感觉不仅反映了他们如何对待你，也反映了你如何看待自己。从本质上讲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和每一场恋情都是一面镜子，反映出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和我们更想忽略的东西。想想看，你最亲密的朋友和爱人有什么共同点？吸引你的可能是你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的，或想要培养的东西，比如幽默感，或者是对冒险有一样的热情。同样的，别人身上让我们心烦或恼火的品质，往往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方面，而这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认知或接受。比如说，你和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在一起会感到不舒服，这种不舒服，或者至少部分不舒服，可能源于对自己缺乏信心，以及内心深处想要成为同样的人。然而，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。如果发现自己一再被具有欺骗和操纵等有毒特质的施虐者所吸引，这并不是因为在贬低自己的阴暗面，相反，这可能会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比如未解决的创伤、低自尊，或对认可的不健康需求。这些问题会让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有害恋情动态的受害者。历史会重演，有没有小伙伴曾经发现自己陷入过同样的感情困境？也许总是被那些看起来感情疏远的伴侣所吸引，或者自己有疏远亲密朋友的习惯。这些潜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模式，为我们了解过去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我们早年形成的东西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，尤其是我们的依恋风格，也就是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。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，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？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？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？比如说，你倾向于在恋情中避免冲突或保持亲密，可能源于童年经历中对脆弱或被遗弃的恐惧。也许父母在你小时候离开你，或者在你小时候在情感上忽视你。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，如果有小伙伴在一个缺乏感情或不稳定的环境中长大，可能会无意识地寻找那些复制这种情感疏离或不可接近的伴侣。如果有小伙伴纠结于过去的一段失败的恋情，无论是浪漫的还是柏拉图式的，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并有意识地选择更健康的信念和行为。记住，模式往往会反复出现，直到我们汲取其中的教训。真实的你和最好的你。现在，让我们具体谈谈恋爱关系以及爱情能教会我们什么。和一个人保持健康、亲密的恋情，可以让我们做最开放、最脆弱、最真实的自己。我们让我们的伴侣看到我们最大的优点和最可怕的缺点，见证我们体验人类情感的方方面面。他们知道我们最私密的恐惧，我们向他们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。结果，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关于自己的事情。当你在一段恋情中时，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，要学会原谅、妥协和接受个人差异，要学会如何把别人放在第一位，学会如何解决冲突，会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，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学会了如何给予和接受爱。爱不仅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，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它教会我们要有耐心、善良和同理心。当一个人在一段正确的关系中时，他会带来最好的想法。比如，假设你在一段相互支持的恋情中努力取悦他人，你的另一半可能会温柔地鼓励你优先考虑自我照顾，并代表你主张自己的界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可以帮助你更习惯说不，并更多地为自己辩护。我们的每一段恋情都能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，把这些反思作为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机会。记住，我们能踏上的最迷人的旅程，是引领我们回归自我的旅程。那么，你的恋情教会了你什么呢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。如果大家对这支影片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，请给我们点赞、分享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还有很多帮助大家自我成长的影片，比如如何从自己爱的人身边离开，以及在逃避现实、不敢正视生活的迹象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